大家好，我是罗富强。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债务上限是美国当下的最大危机，美国崩盘或许就在眼前。美国债务危机可能压垮美国，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大事情。很多人也许对美国的债务危机与美国兴衰的关系看得不明白。美国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苏联解体成为世界霸主之后，美国政府长期以来的最大痛点就是货币发行权被美国的私人财团机构美联储牢牢把持。蒙求连任的美国总统肯尼迪1963年11月22日被一枪爆头身亡，案子至今未破。在随后多年的调查中，涉及案件的人一共死了188个，可见幕后的势力多么强大，手段多么毒辣。肯尼迪为何遇刺身亡？为何无法破案？全球最具公认的观点是，因为肯尼迪誓言要将美元的发行权收归政府，因此肯尼迪必须死。随后再也没有哪个美国总统以及议员还敢说政府要收回美元的发行权。但光靠税收无法满足美国天下第一的财政开支，怎么办？于是美国政府发行美国国债来填补政府的财政开支，这样就有了美国国债。随着美元成为世界贸易决算的主要货币，世界上有着巨大贸易顺差的国家却不能把美元用在本国，否则就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加上美国国债有可观的利息，于是就把美元拿到美国去购买美国国债。如此多年，美国发行的国债逐渐就变成了全球债务，美元就这样回到了美国，美国就能拿着美元又去全球购买资源和各类商品了。但美国的这一套做法让美国人普遍认为制造业没意思了，于是出现了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局面。美国几十年来一直玩弄这一套，债务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2022年，美国债务已经达到了31.4万亿美元，占了政府预算的123%，可谓债台超高筑。现在经济不景气的美国已经撑不住庞大的债务了，因为美国政府已经支付不起美债的利息了，那就意味着美国将违约。不少人吃过小额信贷和传销的大亏，因为小额信贷公司和传销组织玩的就是用后面人的集资去支付前面人的利息，但投资的利润根本支付不起高额的利息，最终公司资金断裂，融资公司破产，投资人血本无归。现在美国和购买了美债的国家都面临一样的风险了，迟早都会因此而破产。美国剩下的出路只有增加发行新的债务，让全世界一起帮着美国承担债务压力。同时，由于很多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购买美债的风险，开始抛售美债，这样一来，美国即使决定增发美债，恐怕也卖不出去了。这样的结果必定最终导致美国加速崩盘。现在拜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美国众议院已经被与拜登为敌的共和党操控，而共和党人不同意美国提高债务上限。如此一来，美国政府就没有钱支付美债利息，就会出现史上第一次债务违约。毫无疑问，这将是一场全面的金融危机。众议院的要求是提高债务上限可以，但必须大大压缩美国政府的财政预算，这将导致美国政府钱不够用而破产，所以拜登也不答应。于是美国现在已经陷入政治僵局，现在拜登政府面前就是万丈深渊。目前看来，美国所有的专家、政客和金融机构都还找不到解决的办法，结局如何，我们只能拭目以待。总之，我希望美国由此崩盘，我想这一定是包括了欧洲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希望。天下苦美久矣，大多数国家都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